2025年的10月底啊，美国加州发生了一幕让所有懂行的人都把下巴惊掉的场景，就是一位白发苍苍、走路有点慢悠悠的75岁老爷子，在一群西装革履的英特尔高管簇拥下啊，像是众星捧月一样啊，走进了那扇大门。各位，这老爷子是谁呢？他不就是3个月前还在这个台积电光荣退休的技术大神罗维仁吗？谁能想到啊，3个月前大家还在给他开欢送会，祝他晚年幸福。3个月后，好家伙，他直接带着20多箱，注意啊，是整整20多箱，足以把全球半导体格局炸个底儿朝天的核心机密啊，从中国台湾直接飞越太平洋，一头扎进了台积电死对头英特尔的怀抱。这哪是退休啊，这分明是带资进组啊，而且啊，带的还是这个老东家的命根子。咱们先来盘盘这位罗老爷子的道行。在这个半导体这个圈子里啊，提到罗维仁这3个字呢，那以前啊可是跟祖师爷差不多分量啊。这老爷子呀，双博士学位，美国名校毕业，那是标配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啊，咱们很多人还没有见过电脑长啥样的时候啊，人家就已经进了英特尔，在这个英特尔干了整整18年。那个时候英特尔多牛啊， PC 时代的霸主啊。这罗维仁就是帮英特尔打下江山的功臣之一。但是更有意思在后头啊，2004年这个老爷子做了一个决定，可以说是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也改变了后来的芯片格局。他跳槽了，加盟了台积电。这一去吧，那就是如鱼得水啊。他在这个台积电啊，那是一路高升，从管营运到管研发，再到资深副总裁，手里握着的权力啊，那是越来越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么说吧，这个台积电未来10年怎么走，芯片怎么造，技术往哪个方向搞，他是握着方向盘的那个人。在他手里面，台积电拿下了1500多项专利。2011年，他就拿了台积电的最高荣誉。这按理说吧，这种级别的功臣，那都是供在神坛上的。台积电对他也是不薄啊，规定高管67岁退休。罗维仁呢，因为这个本事太大了呀，这公司舍不得放人，一留再留，留到了75岁。直到今年，也就是2025年的7月27号，台积电那是敲锣打鼓，给他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退休仪式。当时的场面啊，大家可以脑补一下，鲜花、掌声、眼泪、拥抱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代宗师啊，功成身退，回家抱孙子去了。可是谁能想到啊，这一切呢，全是演戏。这哪是退休仪式啊，这分明是金蝉脱壳前的最后一场秀。咱把这个时间倒回去一点啊，看这个老爷子是怎么一步步把这个老东家给卖了的。那根据后来这个台积电气急败坏的拿出来的诉讼文件啊，咱们才看清了这背后的真相。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商业间谍案呀！罗维仁在离职前呢，跟公司的法务长，也就是管法律的那帮人啊，信誓旦旦的承诺，我退休了就去教书啊，搞搞学术，给孩子们传道授业解惑，绝对不去竞争对手那儿啊！这话说的多好听啊，多高尚啊！这大家就被他这副慈眉善目的样子给骗了。可是实际上呢，早在退休前1年，这老爷子就已经开始挖墙脚了。他利用自己在公司里的威望，就是那种太上皇一样的地位啊，偷偷摸摸的组织研发部门开小会。你以为是开会指导工作啊？那是他在套话。他频繁的要求下面的工程师向他私下汇报最新的技术细节、未来的规划。那到了退休前3个月，也就是今年初夏那会儿啊，他更是变本加厉啊，甚至有点疯狂了。他把这个研发、生产、财务各个部门的主管都叫过来，搞什么工作简报。其实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交底牌、交数据啊。拿到数据后，他干了啥呢？影印，疯狂的影印。他指示下属啊，把大批大批的机密文件复印出来，再加上他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20多箱手写笔记啊，全部打包。这20多箱东西啊，是啥概念啊？这个不是废纸，这比黄金还贵1万倍啊！这媒体都爆料了，这里面啊装着台积电2025年下半年刚刚量产的2纳米技术，那可是现在最顶尖的科技啊！还要给这个苹果爸爸专门定制的专利细节、生产模组啊，甚至连最核心的 EUV 光刻技术啊、背面供电网络啊，这些听着就头大的黑科技全都在里面。
说句不好听的啊，这20多项东西啊，就是台积电的命啊，这哪是跳槽，这就是抄家呀！一旦这些东西到了英特尔手里啊，英特尔那是做梦都要笑醒哎。那本来英特尔这些年的技术啊有点掉队，被这个台积电压着打，现在好了，有了这20多项真经，他们都不用摸着石头过河了呀，直接坐电梯上楼了，起码缩短了好几年的研发周期啊，直接就能跟台积电抢饭碗了。那事发之后呢，这个台积电那边那是彻底炸了锅。哎，你想啊，被自己最信任的老臣摆了一刀，这心里啊得有多窝火啊！这11月份呢，台积电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，指控很明确啊，违反竞业禁止协议，侵犯商业秘密。说白了就是，哎，你签了合同，你不能去对手那儿啊，你去了，你还偷了东西啊，我要告死你！但是圈里面稍微懂点行的人，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啊，这个官司台积电想赢难，想把人抓回来难如登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罗维人这个老爷子手里面有一张免死金牌，那就是他的美国国籍。那咱们都知道，美国在这个引渡问题上，那显然是双标玩的最溜的。那如果你是别的小国家的人，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，这美国啊可能就给你送回来了。但是罗维人是谁啊？他手里面攥着的是美国梦寐以求的芯片制造核心技术啊！那现在的国际局势啊，大家也清楚，芯片就是战略物资，就是新的石油，就是新的核武器啊！哎，这个美国政府啊，正愁怎么重振本土制造业，怎么把这个英特尔扶起来呢？这个时候，罗维人带着嫁妆来了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！这美国政府会把它交出去啊？别逗了啊！他们不仅不会交，没准还得派这个特工保护起来呢。这事儿啊，其实说穿了，那不仅仅是罗维人个人的职业道德问题，这背后呢是美国对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种强盗逻辑。哎，你看看这2年的形势啊，早在2022年，美国搞那个什么 VEU 计划，就是在层层加码。那到了今年2025年9月，更是直接撕破脸啊，取消了台积电部分工厂的快速通关特权。这是想干嘛？这就是要把台积电往死里逼啊，把这个产能、技术人才全部都逼回美国去。那所谓的科学无国界啊，在这个利益面前，那就是个笑话。罗维人这次跳槽，咱们换个角度看，哎，这不就是美国策划了一场完美的技术掠夺行动吗？用这个法律保护强盗，用国际作为掩护，硬生生把别人的技术结晶给抢走了。这就是现实呀，残酷得很。那这事一曝光呢，网上那是骂声一片儿。那不管是咱们大陆的网友，还是对岸的台湾网友啊，这次那是出奇的一致，都在骂。有人骂他是三姓家奴，有人骂他是卖台求荣。哎，你想想，他在这个台积电拿了多少钱，受了多少尊重，哎，结果最后来这么一手，他确实是不地道啊。这台湾的有关部门也急了，赶紧去搜罗维人名下的房子，冻结资产。可是有个屁用啊！人家早就在美国的大别墅里喝咖啡了，这就叫亡羊补牢，羊都烤熟了。哎，更有意思的是，台湾那个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说话了，那叫一个尴尬啊！他说，经过初步判断，这个事对产业的冲击有限。听听哦，这叫什么话？20多项核心机密都丢了，哎，你说冲击有限？这就好比是家里的保险柜都被搬空了，哎，你说没事儿，这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。这不仅是自欺欺人啊，这是把老百姓当傻子哄呢。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民众，大家都看明白了啊，这就是无能狂怒啊。但是各位，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，这位负责人说的话，那虽然呢是死鸭子嘴硬，但是在某种层面上也透露出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不管他们怎么折腾，怎么偷技术啊，真正的强者是偷不垮的。那尤其是咱们中国大陆啊，哎，你看看美国这2年封锁这个制裁那个，又是小院高墙，又是实体清单的，那结果呢，咱们倒下了吗？并没有啊，反而是越挫越勇。最典型的例子啊，不用我说，大家都知道，华为那个被美国举全国之力打压的企业啊，哎，你说在那样的绝境下，华为放弃了吗？没有，他们那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啊，憋着一股劲儿搞自主研发，结果怎么样？咱们自己搞出来的芯片速度、功耗那都是世界领先的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买办路线走不通，依赖别人走不通，只有自己手里面有家伙，腰杆子才硬。
这些年呢，国家政策大力支持，无数中国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，从做光刻机的到做蚀刻机的，到光刻胶、靶材这些不起眼的材料，再到芯片设计、封装，咱们正在把这块硬骨头一点一点的嚼碎了咽下去，变成自己的营养。越来越多的国产企业开始用咱们自己的芯片，那这种庞大的市场，这种完整的产业链，这种万众一心的精气神，是美国头几个技术人员搬几项资料就能复制的吗？绝对不可能。罗维人带着20多项资料跑了，去了美国，去了英特尔。也许吧，这能让英特尔稍微喘口气，也许能让他们少走2年的弯路，甚至可能让美国在那边稍微得意一会儿。但是我要送给他们一句中国的老话：偷来的果子它不甜，借来的火它点不亮灯。半导体这场仗打到今天，已经不是靠1-2个天才、1-2本秘籍就能定胜负的了，这是体系的对抗，是工业能力的对抗，更是意志力的对抗呀。罗维人的背叛虽然恶心，虽然让人气愤，但是也给咱们提了个醒：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国防安全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的仁慈。咱们中国半导体产业现在的路是难走，是有点陡，但是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只要咱们不放弃只要咱们那股子两弹一星的精神还在，你别说走一个罗维人，就是走10个也挡不住咱们前进的步伐。未来的芯片世界绝对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天下，咱们走着瞧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这事儿您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聊聊。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